如果你好奇，我也可以给你透露一点区别。话到此处，那名为血落的女子张开手掌，一颗指甲大小的光芒小球飞向了楚风。楚风不知道何意，但还是将此球抓入手中打量起来，但却发现除了外观略像一颗星辰，这球体便没有任何特别之处。而就在此时，那名为血落的女子却再度开口：世界与世界是有差别的，这一点你自然早就清楚。而你如今在8道天河内所见到的最庞大的世界，若放在第9道天河内庞大的世界之中的话，将极其渺小。具体有多渺小，可能与你手中这个小球也没有区别。这便是第9道天河与当今你所见到的8道天河的差距。听闻此话，楚风也是内心震撼。祖武下界是一个很小的世界不假，具体多小，可能还不如那些强大宗门弟子的个人领地大。且祖武下界不是唯一的，浩瀚修武界那么多星辰，有很多世界都是很小的，但也有些世界是非常浩瀚、非常巨大的。当今这8道天河中，那些较为庞大的世界也是令人震撼。庞大到什么程度？莫说真神，就算是天神境，也不可能将那些庞大的世界毁灭。不是他们实力弱，而是那些世界太过庞大，实力再强，攻击也有个范围。当世界远远超越攻击范围，自然无法毁灭。可现在告诉他，那些庞大的世界与第9道天河内真正庞大的世界相比，竟只是手中这球体一般渺小。这样的说法，无疑对楚风的心灵造成了一次冲击。那样庞大的世界内，别说楚风这样的修为，就算是天神境，在那世界之中，也只能算得上一粒尘埃。想要走遍那阳的世界，若没有极其强大的传送阵法，将会堪比登天了。本以为已经快见到这浩瀚修武界的顶峰了，搞了半天还在山底啊！楚风淡淡一笑，这种打破认知的冲击没有让楚风感到压力，反而充满了向往。他有信心站在修武界的最顶峰，顶峰越高，证明自己的高度越高，此乃好事。楚风，我本想给你一些帮助的，可我师尊说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要走的路，你所走的路，我们不该插手。但我很期待你能靠着自己摆脱困境，日后在第9道天河内见到你的身影。话到此处，那雪落化作一片光芒散去，就连整个世界都随他散去。楚风毫不意外，毕竟雪落早就离开了，那只是他留下的阵法虚影而已。听这意思，这位血落前辈的师尊还在世，应该也在第9道天河内。不知道秦九前辈是否也还在世？楚风有些期待，若是可以，他很想见见秦九。如今楚风结界之术能够远胜同境界的界灵师，除了自身血脉，其实很大程度都是拜秦九所赐。感叹之际，楚风周遭恢复正常，王强的大脸就在楚风近前，眼看都快亲上来了。楚风赶忙后退，有病啊！嘿嘿，你怕什么？我的取向多正常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王强说话间擦了擦嘴边的口水，我就是想从你的眼中看看，能不能看到你所看到的。你能看到个屁！你看，兄弟，虽然咱们关系好，但是我也要让你知道，你的这张脸距离太近，其实挺恐怖的。楚风说道。靠，你这是欣赏不了本少的帅气，那是你的问题，不是我的问题。王强不以为意，那个表情仿佛真的是对自己的帅气坚信不疑，反而是对楚风尽是怀疑。所以成功没？王强又问。当然。楚风点头。那女的咋回事？为什么非要你来解开那卷轴？你俩是不是有一腿？王强又问。别胡说，那前辈找我是因为我早就见过那前辈。楚风道。原来如此，在哪见的？王强问。当然是在这啊。楚风道。靠，你不是说你不知道这里有没有高手吗？圈连我也骗啊！王强反应过来，开始唾沫横飞。没办法，那位前辈身份神秘，本领滔天，之前见过他还想抹除我记忆，我怕告诉你了，把你记忆也抹除掉，你也不想失忆吧？楚风道。王强挠了挠头，傻子才想。楚风小友，你是何时见到的那位大人的？一苦老僧也好奇地问道。前辈，就是刚到此地，我说去四处看看的时候。楚风道。原来楚风小友当时就见过那位大人了。闻言，一苦老僧则是面露惭愧。当时楚风觉得此地不简单，一苦老僧还担保这里什么都没有，因为他早就观察过了。后面楚风观察后说确实什么都没发现，他还洋洋得意，觉得自己的观察力很强。现在才知道，原来那个时候楚风已经见过那位强大的神秘女子了，只是出于他们的安全考虑才没有说实话。恩公，那我们能出去了吗？岳灵问。可以了。楚风道。太好了。岳灵面露狂喜，看得出来他很渴望去到外面。等等，小姑娘，你为什么叫他恩公啊？王强好奇地问道。因为恩公救过我。岳灵眨巴着大眼睛，尽显天真。原来如此，救命之恩无以为报，你有没有以身相许啊？王强问。我没想过，我配不上恩公。岳灵低下了头，可却小脸变得通红。撒谎，你没想过脸红什么？没想过又怎么知道配不上我兄弟？你肯定想过。王强一脸坏笑。我真没有。岳灵慌了，小脸也更红了。见状，楚风一把将王强拉到了一边。干嘛呢？看到好看的姑娘就嘴欠啊？旋即又看向岳灵。没事，他逗你玩的。对了，岳灵，你先回避一下。好。岳灵本就害羞，听闻此话好像抓到了救命稻草，也不多想，
赶忙躲到了他在此地搭建的房屋之中。此时楚风才看向宋雨薇，只见其大袖一挥，顿时虚空之上阴影密布啊！可紧接着一声惊恐无比的尖叫自月灵的房内响彻。那个丫头不听话，告诉他回避，可躲在房内的他还是偷偷看了过来。正因看了，所以直接被吓得昏死了过去。因为那遮天蔽日的竟是密密麻麻的人头，这个场面别说是月灵，就连一苦老僧的脸色都变了，一层冷汗覆盖了他的秃头。因为粗略估计，那数量足有数千万。这一幕着实恐怖，这分明是将对方灭门了啊！可相比于被吓到的月灵和一苦老僧，宋雨薇眼中的泪水却是夺眶而出。他不用想也知道，这些人头定是司徒界灵门那些畜生的。前辈，我答应过您，我在回来的时候会将司徒界灵门所有人的人头奉上。听闻此话，宋雨薇转身看向楚风，可却发现楚风的手中还提着4个人头，这是仙途的老3、老4、老5、老6、老7被我情急之下踩死了，老大老2我还没抓到，但你放心，我一定可以抓到的，他们一个都别想活。楚风说道。闻言，一苦老僧嘴巴张得老大，司徒界灵门也就罢了，强大且神秘的仙途居然都杀了这么多，那楚风如今的修为是何境界了？这成长的也未免太快了。宋雨薇同样震惊无比，他只想着楚风能够安然归来即可，没想到楚风再回来的时候竟已经做了这么多事。尽管对楚风很有信心，但这一天来的却比他预想的还要快得多。就在此时，楚风则是将一个巨大的阵法球提取出，那是一个空间世界，空间世界是透明的，因此能够看到里面密密麻麻的全是棺材，数万口棺材。当年一战太过惨烈，这是金龙焰宗先辈们仅剩的遗骸，是我在司徒界灵门找到的。楚风将阵法递给宋雨薇，相比于楚风，宋雨薇对金龙焰宗的更有真情实感，因此看到那些棺材对他的冲击极大。接过阵法，他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，已是情绪失控，泪流满面。诸位大人，你们在天之灵终于能够安息了。宋雨薇哭泣的声音回荡于此地，人死不能复生，好在他金龙焰宗的灭宗之仇终是大仇的报，他们都能理解宋雨薇的心情。直到宋雨薇缓和后，楚风却再度开口：前辈，虽说司徒界灵门该死，但这件事的罪魁祸首另有其人，另有其人。听闻此话，宋雨薇不由一愣，他一直都以为那只是司徒界灵门的行为，没想到幕后还有他人。前辈，他你可还认得？楚风说话间将贾令仪丢了出来。这是看着这个疯癫狼狈的女子，宋雨薇也是认不出了，她是贾令仪。楚风道：贾令仪。听闻此话，宋雨薇的脸色不由变化，旋即对楚风询问道：单道仙宗的贾令仪吗？楚风点头。啊！闻言，宋雨薇不由深吸一口气，情绪更是变得复杂起来。一旁的一苦老僧表情同样精彩。贾令仪他们当然知道，单道仙宗的小姐天赋异禀，更是位高权重的大人物，并且与楚风奶奶是关系很好的。因为这层关系，看到贾令仪变成这个模样，宋雨薇的第一反应乃是关切：贾令仪小姐怎么变成这个模样了？楚风说道：她才是害了金龙焰宗的罪魁祸首啊！楚风这一句话宛如一记重锤，狠狠砸在了宋雨薇的头上。一时之间，她满眼不解，头脑更是发懵。随后，楚风讲述了事情的经过，一切的源头都是贾令仪，是贾令仪嫉妒楚风奶奶，才发生了后面的事。可得知经过后，宋雨薇虽然愤怒，但更多的却是担心。她担心的是楚风，因为单道仙宗实在太过强大，那可是仅次于天河霸主图腾龙族的庞然大物，那根本不是司徒界灵门可比的。这种势力不可得罪，从小便印在他们的脑海中，早已根深蒂固。因此当知道这件事竟与贾令仪有关，相比于愤怒，他的感受更多的是压力和恐惧。楚风少爷，贾令仪这个模样是你弄的吗？宋雨薇说话的时候难掩他的焦虑与害怕。前辈，您别紧张，单道仙宗都已经被灭了。看穿了宋雨薇的担心，还不待楚风开口，王强便抢着说道：什么？单道仙宗被灭了？听闻此话，莫说宋雨薇，就连一苦老僧也是脸色大变。看你们吓得，区单道仙宗算什么啊？你们就是在这里被关得太久了，都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。来，我为2位前辈隆重介绍一下。王强得意的将手伸向楚风，这位，我的好兄弟，他不仅仅是宋洛以前辈的孙子，还是当今浩瀚修武界最强小辈，也是图腾龙族的救命恩人，也是7届圣府最强之人界冉青的儿子，王之血脉继承人。所以，你们眼中的单道仙宗，于我兄弟面前，就只是一个屁。王强这番话说得轻松无比，可这简单的信息却宛如漫天惊雷，又似滔天巨浪，一波又一波地冲击着宋雨薇和一苦老僧。这位小友，你所说的是指楚风小友吗？楚风小友是界冉青的儿子。一苦老僧看向王强，宋雨薇也是关切地看向王强，苍老的眼眸中满是对答案的渴望。这些消息每一个都极为惊人的，可在他们看来，毋庸置疑，楚风是界冉青儿子这个消息最为利奥德。虽然宋雨薇被困在祖武天河多年，对于浩瀚修武界最近这些年来发生的事情并不了解，可是被困在这里，除了和一苦老僧聊天，也没什么事情可做，所以他也早就知道了关于界冉青
这位多年前浩瀚修武界最强天才的很多事情，他也是感叹。七界圣府已经那么强大，却又出现如此厉害的人物，甚至于他心中，界染青简直与他不是一个世界，更像是神。可现在却告诉他，界染青竟然是他家少爷的亲生母亲，那他不也是攀上了关系？我知道你们很难接受，但这就是事实。你们出去问，现在谁不认识我兄弟？谁又不知道我兄弟的母亲是界染青？说到这里，王强想起了什么，又赶忙补充道：不过你们最好不要说你们认识我兄弟。为何？宋雨薇与一苦老僧一同问道。因为七界圣府并不允许界染青前辈与七界圣府之外的人接触，他们那群老古董，哪怕我兄弟天赋如此利奥的，可他们就是想要铲除我兄弟。你们要是敢说认识我兄弟，肯定很多人抓你们去七界圣府邀功。王强解释道，七界圣府要对付少爷，这个消息使得宋雨薇更加害怕了，甚至这一瞬间已是冷汗横流，甚至吓得都站立不稳。还是楚风手疾眼快扶住了他。丹道仙宗虽然可怕，可若与七界圣府比，那也是不值一提了。非要让他说这浩瀚修武界最可怕的势力，那也必然是七界圣府。前辈你别紧张啊，你真的也别太担心，七界圣府根本奈何不了我兄弟。别说抓不到他，我兄弟还大闹过七界圣府，当着他们面抢走了祖武界宗的遗迹传承呢。王强笑嘻嘻地说道。宋雨薇与一苦老僧听得一愣一愣的，一苦老僧也终于是忍不住询问起来，楚风小友，你现在是何境界啊？见状，楚风也不隐瞒，将自己如今修为告诉了他们。你的进步竟然如此之快。闻言，他们皆是目瞪口呆，显然楚风如今的修为远远超出他们预料，可他们很快又眉头紧锁。楚风这个修为确实强，小辈之中怕是无敌了，可是那也是小辈，与七界圣府那些强者相比，显然相差甚远啊。前辈不要为我担心，其实我今日回来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，丹道仙宗确实被人灭了，但不是我做的，是我奶奶做的。楚风说道。小姐，楚风少爷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这件事真的是小姐做的？闻言，宋雨薇表情再度变化，之前的所有担忧、恐惧等情绪皆是挥散而去，取而代之的乃是无比的激动。是，已经确定了，这贾令仪就是见到我奶奶，得知丹道仙宗是被我奶奶屠灭的之后，受了刺激才疯的，而且我去见过了，那个场面极其惊人，所以我奶奶现在的修为应该很强，我猜测多半已入天神境。什么天神？闻言，宋雨薇与一苦老僧又一次被惊到了，因为他们不知外面的事情，在他们的认知之中，天神还是无人可踏入的传说境界。倘若楚风奶奶真的已是天神，那岂不是天下无敌了？